你猜猜，一些房产经纪为了卖楼花说过的最大的谎言是什么？我信你个鬼！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大家好，我是 Norman。我听说一小部分经纪同行为了卖楼花，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经常使用以下几个谎言或者说是流言。不知道你有没有中招呢？快来自我检测一下。相信最后一个流言是整个楼花市场里面最大的一个坑。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第一个留言，这个项目啊，2027年才建好呢，你今天2000一次买下来，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一点也不贵的哦。你想一想，到2027年还有很多年呢，到那个时候肯定涨了很多嘛。这个留言其实有很多破绽。首先，贵了就是贵了，不会因为交房日期的推迟而让我们一个购买决策从错误变成正确。如果现在有两个非常相似的楼花，它们的差别只是价格和交房日期，一个1200一尺2025年交房，一个2000一尺2027年交房，该买哪个呢？当然要买1200一尺的这个楼花。1200一尺的楼花2025年建成了，你持有到2027年，100%收益率比2027年建成2000块一尺的那个楼花要高得多。把晚交房当作能增加收益率的一个卖点推销给客户，无异于先把客户忽悠瘸了再送副拐。谢谢哦，你看看。其次，开发商没有任何动力把房子建得慢一点。你想想，开发商是交5年的建筑贷款收益高，还是交3年的建筑贷款收益高呢？当然是时间越短越好嘛。类似的还有安保成本、建筑保险，以及时间拖长了有可能造成修建成本的上升，这些因素都是跟时间息息相关的，时间拖得越久，成本越高。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建得慢的楼盘定价都这么贵了吗？因为开发商要把自己拖时间造成的成本都转嫁给买房子的人，羊毛出在羊身上，建得越慢，效率越低，不必要的支出也会越大，这对开发商和买房者都不是一件好事。最后，正常的情况下 low rise 楼花大约1到 1.5 年可以建好，condo 一般2.5年到3年可以建好，特别高的4年也基本完工了。如果你发现一个盘5-6年还没有建完，那么你要做好这个楼盘有可能黄摊的准备，或者说开发商交房前给你突然涨一波价。预售阶段，如果一个楼盘预估的建成时间特别的长，你心里要默念这个楼盘黄摊的概率是比其他建得快的楼盘要大得多的。第二个留言，这个楼花虽然不便宜，但是特别的高大上，所以贵一点买一个豪华的房子也没有什么问题嘛。楼花贵了，大家是可以适当的为地理位置买单的，但是绝对不能为高大上这么一个因素买单。多伦多可以说几乎所有的楼花建筑质量都是显著提升的，因为开发商在建筑质量上偷工减料，非常的不合算。我这边找了一组数据给大家做一个对比，这个图是业界标杆 Altus Group 做的建筑成本的一个指导参考。我找了2022年 GTA 区域的大致数据，修建60层以上的 condo， 每尺的价格也只有320到420一尺，跟动辄1500到2000一尺的楼花售价比，这个建筑成本占的比例实在是太小了。开发商偷工减料的必要性也因此大幅下降，没有开发商卖2000一尺会只花100块钱去修建一个房子的。这样做非常的不科学，很像你花10块钱配送费买一个5毛钱的棒棒糖。真正的建筑成本占总成本比例如此之低，一个楼花盘卖贵了，大家还是要在建筑成本之外找原因了。也许是建得太慢了，造成了不必要的贷款或者是其他费用的支出，也有可能是开发商花了太多的钱打广告，最后又把这个钱加到了总售价上。第三个留言，你钱不够买不了现房，没有关系，我来给你介绍几个不用提供贷款证明也不用提供资金证明就可以买的楼花项目，这样你可以买完了之后慢慢攒钱，提前上车的嘛。这是整个楼花市场最大的谎言。我自己也是见过几个豪宅翻建的人，开发商想要拿到比较便宜的建筑贷款，一定是要进行预售的，因为开发商把自己的房子预售出去，同时买家证明自己可以付钱买得起这个房子，那么开发商的风险系数在银行眼里其实就会大大的下降。银行给出预售和不预售的建筑贷款完全就是两个价格，很像大家借到的 A lender 和私贷之间的差距。所以大家买到正经的楼花项目一定是需要提供资金证明或者是贷款证明的，而且开发商会把这一条明确的写在你的楼花购房合同里面。但是总有大聪明一定要跟我争，我买的这个楼花盘就不需要提供贷款证明，我的经纪跟我说开一个假的贷款证明就可以了，
我的经纪跟我说，哎呀，开发商压根儿就没提贷款证明这回事儿。真相是，如果你的经纪人没有告诉你有贷款信这么一回事，那么一定是他悄悄的找人帮你办了个假的，在没有告诉你的情况下，偷偷的发给了开发商。如果屏幕前的你买过楼花，并且没有提供过正经的贷款或者资金证明，那么说明你很有可能已经悄悄的掉进了一个大大的坑，因为你不知不觉中违约了。这个时候，开发商的骚操作来了。如果你600块钱一尺买了一个楼花，现在已经涨到1200了，开发商可以依据你提供的贷款信是假的，宣布你违约，收回你的房子，你买了个寂寞。开发商转手在1200卖掉，暴赚。如果你是2000块钱一尺买的房子，到交房房价没有涨，那么开发商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当不知道这么一回事，还是强制让你最后交接房子。17年有很多人买了楼花交接不上，最后开发商去起诉，基本都胜诉了。所以当你沾沾自喜觉得把开发商忽悠了的时候，实际上是给开发商送了一个大礼。开发商等于无形中拥有了一个 put option， 两头都是赚。最近我就遇到了很多类似的纠纷，其中有2起纠纷是我本人参与核实过的。这边要说明啊，这2个都不是我帮客户买的，因为2个开发商都没有达到我对开发商的最低要求。一个项目是 Stateview Homes 开发的 On the Mark Phase 2，另一个项目是 The Share Corporation 开发的 Everhome。 所以 Norman 给大家最大的忠告就是凡事都不要取巧，一定要脚踏实地，不要想着怎么可以打擦边球违反规则。购买任何房子，无论是现房还是楼花，都应该有能力再去购买，无论是全款还是贷款。在你还没有支付能力的时候不要买房，尤其不要买楼花，千万不要把雷买给明天的自己，而是应该努力积攒首付，增加自己的支付能力。有能力购买楼花的朋友们，最多不要同时持有超过2个没交接的楼花盘。点关注不迷路，房子上的问题找 Norman 就够了。